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00多年前的唐朝特斯拉。它是传承胎藏金刚两部秘法的大阿舍离，也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风水学家。《旧唐书本传》中说他好聪明博览经史，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他观北斗七星呢，发明了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成为了世界第一个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的第一人。比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呢，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观点呢，早了将近1000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唐朝尼古拉特斯拉。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那么说到唐朝呢，可以称之为帝国。唐朝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呢，是因为唐朝的独一无二，疆域辽阔，总面积呢达到了1237万平方公里。而庞大的人口呢，大约在天宝时期呢，已经达到了8000万人的顶峰。那是什么概念呢？1200多年过去了世界上只剩下不到20个人口过8000万的国家。在英国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当中呢，唐朝当时的 GDP 已经达到了全球的35%，而长安呢，更是成为了全球最繁荣的城市。而这一切呢，都是有数据支持的，比如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呢，在当时唐朝都是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说了这么多呢，那唐朝的特斯拉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唐朝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发明出了黄道游仪呢，用以观察太阳与月亮的位置运行状况。俗姓张，为巨鹿人士，本名呢张遂，于嵩山法医呢剃度在普济禅师门下。他是唐初将军张公瑾的后代。一行的早年呢是在长安度过的，而此时呢家道已经衰落，据说还要靠人接济呢才得以勉强度日。尽管如此呢，一行人专心学习读了大量的书籍。20岁那年呢，他去长安城南的元都观看书，在那里呢，他向观主一重借来了一本《太玄经》。那过了几天呢，一行就将书送了回来。一重就对他说不用着急你可以多看几天的呀。一行当时就说我已经读懂了。一重就大为惊讶，他就说到呢，此书所载之物呢博大精深，我读了很多年仍然不能够尽解其中之意，那你能说说你的看法吗？说着呢，一行就根据自己的写法呢，撰写了大眼玄图和一本易诀。一重当时很是佩服见人就夸一行说此后呢深言子也。他将一行呢比作聪明好学的颜回。就这样呢，一行成了长安里知名的学者。一行博学的名声呢，很快就传进了达官贵人的耳朵里。当时呢，正值武则天在位期间为了铲除异己呢，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就大量的使用武士宗室，培养自己的力量。那他的外甥武三思呢，就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了，得了梁王的封号，并先后担任下官尚书、天官尚书、春官尚书等职务，并兼有编撰史书之责。武三思呢，利用自身的势力呢，大肆的笼络士子。此时呢，武三思就注意到了一行这位新星于是武三思呢就多次的质疑一行呢与其结交。一行呢既不肯投靠呢，也怕被人陷害呢，最后就去往了嵩山，在普济和尚的手下呢剃发为僧，取法名为一行，乃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的一行三位之一。一天呢，普济大师在寺中举行大型的法会，广邀天下的众僧，而方圆百里之内的所有的僧众呢以及居士呢皆受邀前来嘛，人数呢都不下1000余人。有一位名为卢洪的高人呢，博学多才，被普济呢所邀为这次聚会作诗颂扬。卢洪呢就答应了下来。稍加思索之后呢，就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而普济呢就将纸条放在了案上，然后就开始上香敲钟。卢洪立刻就制止了普济，说道我所做的这篇文呢，是用生僻的语句特意，若要派人去念呢，须得选一位文采出众、博闻强记之士，还必须得由我亲自讲授，待其领悟透彻呢，念稿之后才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念出来的。不然的话，若是念得磕磕绊绊，那不是贻笑大方吗？普济当时一听这话就觉得很有道理，便让人把一行叫了过来。一行来了之后呢，就拿起文章看了一遍又把文章就放回到了案子上。他就说自己已经理解而且是熟读了。普济点了点头呢，示意他下去。卢洪见了一行呢，看了一眼，便说自己呢已经将这篇文章看得滚瓜烂熟了，心中呢就有些不悦，却也不好在这个普济面前训斥，只是默默地站到了一边，心中呢有些恼怒。没过多久呢，法会开始了，所有人呢都聚焦在了大殿里。一行就将这个卢洪的经文朗读了一遍，声音呢清脆悦耳，与经文中的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
而卢浑当时就愣住了，愣了好一会儿呢，才对这个溥济说道：“此人啊，天资过人，您的学识不足啊，应该让他随意到各地游学，自己选择良师益友。您要是允许这么做呢，他日后的成就呢，必定非同小可。”于是溥济禅师呢，也早有这个打算了，就让一行离开了嵩山呢，自行游历去了。在开元5年呢，唐玄宗就发现了一行的才华，便派出特使将一行请到了长安。名义上呢是帮助吴畏翻译《大日经》，但实际上呢，唐玄宗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整理渐渐失准的历法。一行来到了皇宫拜见唐玄宗皇帝呢，玄宗就问他：“你有什么本事呢？”一行就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是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本领。”而唐玄宗呢，立刻就诏令手下呢去取出了宫内人员名册拿给他看。一行翻阅了几页呢，便将名册上的人呢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仿佛这些人对他来说呢都是很熟悉的人一样。唐玄宗皇帝对他赞口不绝，情不自禁的就站了起来，从宝座上下来呢，就对他说：“见过圣贤。”在开元9年呢，一行接到了命令就开始了大眼历的修订工作。为了编写大眼历呢，一行曾经在各地寻访大师，搜集了相关的信息。有一次呢，他不远千里就来到了天台山的国清寺，拜见了一位不知名的和尚。他一到了院子里呢，院子里就有一条小河，种着松树。当他正要敲门的时候却听到院子里传来了占卜的声音。一个老僧就对这个小僧说道：“据我推算呢，今日溪水西去，必有一个人来向我学习算法。现在呢，他应该已经到了门前了，你们带他进来吧。”一行于是就入内看到了一位40-50岁面容的清俊僧人正在算卜，而算筹呢摆了一地。一行知道这位僧人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目的当下也就不废话，直接跪下来磕头，开门见山的求他指点。僧人呢就对一行的坦诚颇有好感，便将所有的算术技巧呢都倾囊相授。有了这位僧人的算术之法之后呢，一行便是如虎添翼了。没过多久呢，大眼历就被他推算了出来。在一行的大眼历出现之前呢，行使的是灵德历。那个时候呢，灵德历呢已经用了50多年了，而误差较大嘛。而大眼历呢一经推出之后就把灵德历的出现的错误全都给补全了。当时著名的算术大师呢，邢和婆曾对著同样有名的道士呢一英就说过：“一行果然是一个圣人。”当时汉朝落下的弘治成历书后说800年后呢，有一天这一份日历呢会缺失，到那一天呢会有一位圣人来补全。而现在呢，刚好过去800多年了，一行制作的大眼历呢，正好推算出差了一天，可见呢，他就是落下宏所说的圣人了。在开元11年呢，一行与梁令赞著名的天文仪器制造家就共同制作了一台黄道游仪，用来测量太阳、月亮、星星的方位以及运动。这是一台浑天仪，除了具有符合岁差的优点外呢，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让赤道开合。观测人员只需要根据黄道上的圆圈呢，就可以读取需要的数值，从而降低计算的难度，提高计算的精准度。一行呢在灵台上就安装了黄道游仪呢，用来观测太阳、月亮等各种天体测定了部分天体的赤道坐标以及它们的赤道之间的距离，并画出了36张星位图。其中的有些天体的位置呢，与汉朝时测定的情况有较大的出入。至于秋分和冬至呢，这2天的太阳以及28星宿的距离，都与《心经》中的记载呢不同。这实际上呢，是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恒星运动。而欧洲呢，直到1718年呢，才由哈雷发现了恒星有自己的运动比一行观测的结果呢要晚约1000多年。一天呢，一行在灵台上观星突然就有太监呢禀告说有一位老妇人前来拜访。原来这位老妇人呢是一行小的时候的邻居的王姥姥，因为王姥姥的儿子当时不小心杀了人，现在正被关在大牢里还要被处死。于是王姥姥就给一行跪下说他只此一子。在绝望中就听说了一行受到了玄宗的宠爱，他就去找一行了，想让他向皇帝进言免除自己儿子的死刑。一行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之中衣不遮体，吃不饱饭。幸好隔壁的王姥姥呢，因为喜欢幼年聪明的一行呢，所以就前往接济了生活。前后接济一行的生活呢，所需大约数十万银钱。一行一直思念报答，可是王姥姥的儿子是个杀人犯法不容情只怕很难求情皇帝赦免。他一时进退两难，就说道你若是缺银子呢，我可以给你，可是法不容情呢，我怎么能向皇帝提出赦免杀人这样的重罪呢？王姥姥一见一行不出手相助呢，就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他白眼狼，亏我当初对你那么好，这次我可算是看透你了。
一行再三道歉始终没有答应。而王姥姥离开之后呢，一行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思来想去呢，黄道游移刚刚完工很多工艺呢都在忙着收拾残局。于是一行就让他们腾出了一间屋子，搬进了一个大瓮，并私底下挑选出了2个经常跟随的仆人递给他们一个大麻袋，并吩咐道某方位呢有一个荒原，你们从中午开始到黄昏稍稍的潜伏在里面，若有7只畜生进入呢，就一网打尽；若有1只漏网之鱼呢，我会严惩你们。而2个仆人听了之后，立刻就躲进了废弃的园中到了酉时呢，他们果然就看到了7头猪，就把他们都抓了回来，向一行汇报。一行见了心中一喜呢，就吩咐将7只猪放入坛子，用木头盖好，再用泥巴封好，又在这个坛子上呢用朱丹呢提笔写了数十个梵字。第二天呢，天还没亮太史令呢就急急忙忙的跑来禀告北斗七星消失了。唐玄宗的脸色瞬间就变得铁青嘛。要知道在古代呢，北斗七星的作用实在是太大，斗为地车，寓于中央，临至四方，分阴阳，见四时，云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一句话就是北斗七星呢就代表着皇帝，如今他丢了那岂不是就是说皇帝也有可能要完蛋了吗？所以当时的唐玄宗大惊失色，立刻命人去请一行。到了早朝时分呢，使者都匆匆地赶到了寺庙叩门，传召一行到偏殿问事。玄宗皇帝开门见山就问道太史令说昨夜北斗七星消失，这是什么预兆呢？一行就答复道后魏时期呢，荧惑星消失了一次，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地车星。这样的天气呢，是上天对皇帝陛下的一种警示。如果天下的百姓以及奴属呢不能够各归其位的话，必然会发生严寒、陨石或者是干旱嘛。如果皇帝怀得感应呢，那么便可以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慎得感化呢，可以使枯骨生肉，铁树开花。那在佛家讲究嗔心坏一切善行，而慈悲心呢，则降一切天魔外道和天灾人祸。依我之见呢，若能特赦天下大劳自可与天道沟通避过劫难。当时唐玄宗听了一行的建议呢，就下了一道圣旨，特赦天下大劳。当夜呢，太史上奏北斗星有一星现了。又过了几天呢，北斗七星恢复了原状。至此呢，王姥姥的儿子呢也逢大赦之恩呢，一行此恩得报。一行在逆天做法报恩之后呢，就专心致志地开始了他的天文测量工作。他认为呢，此前历法的误差呢，就是因为那个日影千里差1寸的说法不准。这个说法是个猜测嘛，没有人能够证实所以猜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大唐幅员辽阔正是进行这种测量的绝佳时机。于是在开元12年呢，他主持发起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范围的测量，测量地域的北到铁岭，南到胶州，共13个地点的日影以及北极星的高度，其中还测量了河南的4个地点的距离。测量的内容呢，包括2分、春分、秋分以及2至嘛，冬至、夏至，正午时分8尺之干，以及日影的长度、北极的高度、天球北极的仰角以及昼夜长短等等。结果推翻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传统说法。根据测量的结果就可以计算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开创了历史上用观测方法确定子午线长度的先河。到了开元15年呢，河南府的伊培宽呢信奉佛教，对普济禅师持弟子礼常来拜见。一日普济就对他说呢，我有事相求。培宽想也不想就同意了。普济就将他引到了一间净室，先和他在一起呢打扫房间，然后再点燃了一炷香，便在那张禅榻之上盘腿而坐，似乎在等候着什么人。而没过多久呢，裴宽就听到了门口的敲门声普济就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道天师一行来了。一行先是对着普济行了一礼呢，又凑到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普济连连点头却是一言不发，显得呢很是尊敬。一行说完呢，又行了礼呢，又在普济的耳边说了几句，如此反复。最终呢，普济就开口道说是，带着裴宽呢一起就出了房间。走到阶梯下之后呢，正对着房门双手合十。过了一会儿呢，房间的缝隙中一道红色的光芒一闪而逝。普济见状呢，大喝一声敲钟。一行和尚灭度了。弟子们闻言连忙敲钟其他的僧人呢纷纷赶来。开门一看呢，一行果然圆寂了。而普济就拜托裴宽呢为一行料理后事。裴宽亲自穿上校服呢，步行到了城外去送葬。而唐玄宗听闻一行圆寂的消息之后呢，也悲痛欲绝，特地为他辍朝3日，追赐他谥号为大慧禅师。至此呢，唐朝最强大脑一行法师一生完结。
在1964年的11月9日呢，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1972呢，后被命名为一型小行星，以此呢纪念一型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而历史的车轴呢，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滚滚向前。面对厚重的历史呢，你我皆是沧海一粟嘛。当时的唐朝人才辈出，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